大家好，今天我要来做月饼。除了今天会跟大家分享我平时会用到的一个配方，也会跟大家分享这几年我在做月饼的这个过程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那首先就是来做月饼的饼皮。我们先来做月饼皮，今天要用到130克的普通面粉。也可以用低筋面粉来做，然后就是花生油，这个花生油有25克，大约是2汤匙多一点，2.5汤匙左右的分量。这个是蜂蜜，因为我们这里买转化糖浆不是很方便，自己做其实我平时用很少这种转化糖浆，所以用蜂蜜代替也是非常不错的。蜂蜜这里面有大约4汤匙，总共80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碱水，可以让月饼皮看起来比较黄。那家里也可以自己做碱水，我通常会用小苏打来做碱水，做法也很简单。我们取一个小锅，往锅里面加2茶匙的小苏打，然后加200毫升的水。然后打开火煮，煮到它沸腾之后，再继续滚5分钟。那么我们的碱水就做好了。快速搅拌，让它们充分混合在一起。这个就是我们要用到的碱水，只需要1茶匙。然后把油跟蜂蜜倒进来。然后快速搅拌，让它们充分混合在一起。最后它们是一个非常稀的状态。接着将面粉过筛，用叠压的方法将面粉和液体混合在一起，直到看不到干粉就好。这时候可以揪一小坨面团起来，试试柔软硬度。这个面团软一些，包月饼的时候比较容易操作。同一个品牌的蜂蜜在不同的季节浓稠度略微有些差别，可以适当调整一下面粉的分量，揉成柔软不粘手的面团就好。然后将面团转移到保鲜膜上，包好后放进冰箱冷藏2个小时。月饼的饼皮，我自己个人感觉比较湿软的饼皮是比较容易操作的，当然不是特别的湿的那一种。比较软的时候，你用那个饼皮去包那个馅料，它是比较容易的往上推，把馅料给包裹住的。那比较干的饼皮的面团，它在包的时候，首先它不是那么容易的推，第二就是它在烤箱里面烤的时候，可能比较容易边缘会开裂。我们今天做的是红豆馅的，它这个红豆馅可以自己做，或者直接从店里面买。如果是店里面买，因为它这里面不含油，它的成分主要是红豆、糖和水。我们需要内馅里面含有一点油脂，这样月饼才可以回油，它表皮看起来就油亮亮的，比较好看。所以除了这个现成的这个红豆馅，我还会需要用到一些油。然后为了使它的味道不那么单一，我还会烤一些花生，碾成碎，用花生碎跟红豆做馅。花生我通常放在烤箱里烤，180摄氏度烤5-6分钟就好了。花生皮开裂了就可以拿出来，放凉后用手搓一搓，皮就脱落了。然后用擀面杖碾碎。月饼的大小是一定的，所以我们所有的食材都必须要准确的称量。第一步要做的是决定我想要做多少个月饼，然后根据月饼模具的大小，计算皮和馅各需要多少。大部分广式月饼皮馅的比例是3:7，我的红豆馅里红豆占80%，花生碎10%，油10%。准备好的红豆沙放在不粘锅里，小火和油混合在一起。豆沙馅炒热的时候是比较软的，冷了之后它就会变硬一些，所以不要炒得太干，否则月饼的口感就会很干。放凉后和花生碎混合，等饼皮准备完成之后就可以包月饼了。如果要自己做红豆馅，也不是很麻烦。16个50克的月饼需要的馅料，我会用200克的红豆加500毫升的水，在高压锅里面压30分钟，然后让它自然下气，过滤出红豆，
这时候的红豆应该是很容易碾碎的。把红豆放在料理机里，根据个人的喜好加糖打碎，可以尝尝味道，看看甜度是否合适。不过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月饼馅要够甜，月饼才不容易变质。如果您要做少糖的月饼，最好放进冰箱保存。接下来就是在平底锅上分次加入油，小火炒干豆沙里的水分。最后做出来的豆沙大约在500克左右，剩余的部分用花生碎来补上。我们最后需要的内馅总重应该要有560克。如果您这会儿听晕了的话，我会将具体计算方法写在说明区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准备工作都完成了，这时候可以预热烤箱至200摄氏度，终于可以包月饼了。冰箱里取出面团，不需要回温，面团冰凉的时候更好操作。用秤称量出每个月饼需要的饼皮，50克模具会用到15克的皮以及35克的馅。量好的面团用保鲜膜盖住，避免面团变干。包月饼的时候，先将面团搓圆，然后将它捏成圆形的面片，放进馅料，倒扣过来，让饼皮贴合豆沙馅，然后慢慢的拇指轻轻往下压豆沙，虎口慢慢往上收紧。饼皮最好可以包住2/3的豆沙馅，柔软的面团很容易推。收口后捏几下封口，滚圆，面上撒些干粉，保持干爽。或者可以将面团滚圆后放在2张保鲜膜的中间，压成厚度均匀的面片，大小大约是市售的水饺皮的大小，然后拿来包。所有的月饼胚子都准备好之后，就可以塑形了。先在模具里面撒一些面粉，晃动几下，让模具内壁沾一层薄粉，可以防粘。将月饼胚子搓成比模具口小的圆柱形，放进模具内，直接在烤盘上压出月饼。压的时候慢慢施力，不要用力过猛，压爆了。当你感觉到极限之后，可以停留2-3秒再松手，或者来回压2-3次。注意扶住底座的那只手千万不要挪位置。忙活完了整盘的月饼，可以进烤箱了。放进烤箱后，立刻往月饼上喷一些水，高温下水分迅速蒸发，可以帮助月饼更好的定型。这时候准备一些鸡蛋液，用1颗蛋黄加1茶匙的水调成稀一些的蛋液。200摄氏度烤了5分钟之后，我们就拿出来放置3到5分钟，再刷一层薄薄的蛋液。烤箱那儿把温度降到160摄氏度，门那儿留一个缝，方便降温。冷却是相当有必要的。稍微放凉后的月饼皮会硬一些，不至于因为刷蛋液而将花纹给刷糊了，并且月饼温度降低了，不会把蛋液立马给烫熟。刷完蛋液后再回烤箱。烤5分钟后拿出来，月饼休息5分钟后再刷一层蛋液。如果刷蛋液的时候出现了泡泡，要用针挑破，最后再送回烤箱烤5分钟，月饼皮就烤熟了。不过颜色还是不够焦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适当延长烤月饼的时间。我们的月饼刚烤出来的时候，因为它只是在烤箱里面待了10到15分钟的时间，所以它看起来并不是我们外面店里面买的那么的黄。不过它放久了，大概放个1-2天的时间，回油了之后，它颜色会比较深。那如果你想要第一步烤出来就比较黄的话，可以放进烤箱里面烤5分钟，然后再拿出来休息5分钟。然后再放进去烤5分钟，再拿出来继续让它降温。为什么要降温呢？因为月饼里面的馅料它熟了，如果烤太久的话，它里面有多少的还有一些水分在里面，水蒸气会把月饼的饼皮给撑爆，最后这个月饼就容易露馅。
所以烤一会儿拿出来晾一会儿会比较好。月饼完全放凉后，放在密封的容器内回油。我会在盒子底垫一张厨房纸吸油，花纹内面朝下，这样可以吸走面上多余的油脂，并且回油之后的月饼花纹看起来更整齐。做月饼我自己觉得不难。多年前我和朋友第一次做月饼的时候，我们就做出了自己十分满意的月饼。不过可能成功的太容易了，后来再做就缺这个少那个，反而出现了烤的时候肉馅皮开裂这样的问题。今天算是把我遇到的问题都提到了，希望可以给朋友们参考。基本上注意刚才提到的问题，都可以做出自己满意的月饼。中秋节虽然还早，不过相信已经有不少朋友在家里练习做月饼。祝大家顺利愉快的做月饼。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